嗨，大家好。随着9·3抗战胜利大阅兵的临近，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彩排也已经陆续展开，很多装备呢也在运抵的途中被北京市民所拍到，无数谍照也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用很多老军迷的话说，很多新装备都闻所未闻，前所未见。可见这次的阅兵距离上次2019年国庆大阅兵，解放军的装备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代升级。要知道，阅兵中展示的可都是现役装备啊，并不包括在研或实验阶段的型号。换句话说，这6年的时间，解放军各兵种已经秘密服役了大量全新装备，这其中就以无人装备最为亮眼。比如这一款型号为 AJX-002 的水下无人潜艇，由于在运输过程中并没有被帆布遮盖，因此其巨大的身躯被拍到时还是非常震撼的。而且画面一经曝光，就在各大军迷社区成为讨论的焦点。不过虽说是全新装备，但它的研发测试过程还是有迹可循的。这是2022年7月美国卫星在三亚海军基地的某个角落拍到的我国正在秘密测试的2型 XLUUV 超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 A 位置呢是一个短粗型的无人潜艇，长度约16米，直径为2米，尾部有2个并排的螺旋桨。这与此前2019年阅兵中公开展示的 HSU-001 的设计类似，但当年的 HSU-001 长度也就5米，类似一辆轿车，直径1米，重量也就3吨左右。因此 A 位置测试的这个无人潜艇呢，似乎是 HSU-001 的放大版。但从其长宽比例来看呢，与这次彩排拍到的 AJX-002 有明显的区别。尤其是 AJX-002 的尾部螺旋桨并不是采用并排双螺旋桨的设计，而右边 C 位置的这艘无人潜艇呢，看起来直径要略细一些。尽管头部和尾部均被遮挡，但我是在此前谷歌历史地图中找到了它的痕迹。在1年之前，这型潜艇就出现过了，经过测量，长度达到了18米之多，而且尾部并不是采用双螺旋桨设计，所以彩排中拍到的 AJX-002 很有可能就是 C 位置上的这型无人潜艇了。而且它上面中部还清晰可见2个吊饵，这与卫星图中壁处有一大型起重机用于将无人潜艇掉入海里的启动方式也一致。不过与其他敏感装备在运输中都被遮盖起来相比呢， AJX-002 竟然没有任何遮盖，型号什么的也都这么大拉拉的展示出来了，确实是没有想到。相较而言，另一款无人潜艇则被绿布遮盖得严严实实。那会不会是此前卫星拍到的 A 位置的无人潜艇呢？看起来并不像，因为它的长度与 AJX-002 大致相当，但直径明显更宽，而且在舰体后部还翘起了2组桅杆，尾部应该采用的是与 AJX-002 类似的泵式喷射装置，这些都与卫星图中 A 位置的潜艇区别很大。如此可见，中国此前研制的超大型无人潜艇项目型号迥异且数量众多，并不像美国就只有虎鲸一型。这次彩排拍到的是2型，但最终阅兵会呈现出多少，我们还需拭目以待。除了无人潜艇外呢，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就是无人僚机了，而且被拍到了4款。左上角的一款呢，是外形酷似此前珠海航展上亮相的飞鸿97，不过机鼻部分似乎更短更厚，感觉是从飞鸿97升级而来，并增加了更大的内部空间。目前已知的飞鸿97及衍生型号共2款，原版飞鸿97采用背部进气道，非常易于辨认，该型无人机侧重对地进攻。而后的升级版飞鸿97A 则把进气道从背部移到了2侧，并侧重空战。那么这次曝光的这款无人机背部有一个明显的隆起，显然是从原版飞鸿97改进而来的。除了这款之外呢，下面的2款无人机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们都采用了无垂尾的飞翼隐身布局，并与此前曝光过的攻击11无人机完全不同。而且与运载卡车的尺寸对比发现，这2款无人机均比左上的那型飞鸿97改进型要大得多。更大的尺寸也预示着它在协同作战时的功能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如此看来，中国正在同时为未来的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打造多种解决方案，而这些中程僚机的指挥中枢就是有人驾驶的5代机 G20 了。G20 最新改进型双座版的 G20S， 除了前座的驾驶员外，后座飞行员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专门指挥这些中程僚机了。当然了，未来即将服役的6代机如歼36被设计为并排双座，同样也具备未来体系作战、指挥中枢的能力。
除了以上提到的无人装备外，这次彩排曝光的还有一大亮点，那就是采用混合动力的双离谱坦克 ZTZ-201 了。这款可是妥妥的第4代主战坦克了。本以为这型坦克呢上个光电扫描系统来防空也就够了，没想到还是想保守了。ZTZ-201 直接上了个四面相控阵，这年头难道盾架也都白菜化了吗？双离谱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四面阵雷达被安装在了无人炮塔的4个角上，双离谱的炮塔被设计为无人式除了四面阵，还设置了多个光学传感器，可直接把战车周边的实时画面传送到驾驶舱的屏幕上，并进行360度环境感知，而且还能夜视，以确保在低能见度环境下坦克的操控能力。简而言之，未来的坦克作战，炮手将不会暴露在炮塔之上，不仅可大幅降低伤亡率，而且炮手仅需凭借全景屏幕和手柄就可以操控各种武器，活脱脱的电竞现实版。不过这种作战模式实操起来还需要逐步去适应，毕竟隔着屏幕打炮总没有亲自上阵来得有感觉吧。就像很多老司机在开车时会把自动驾驶功能关掉，认为这样会失去驾驶的快感。除此之外，主炮塔顶部的两侧分别安装了2具4连装 GL6 型主动防护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主动侦测各角度来袭的火箭弹，并可发射破片榴弹进行末端拦截，直接摒弃了传统的爆炸反应装甲。ZTZ-201 的定位呢是一款40吨级的中型坦克，比50吨级的 99A 坦克略小，与40吨级的96式相近。105毫米的主炮口径小于99和96的125毫米，但射速却有了质的提升，初速度达到了每秒1706米，约为音速的5倍，因此其杀伤能力与北约的120毫米和俄系的125毫米大致相当。而且鉴于在俄乌战场上，无人机对于坦克和装甲车辆的杀伤形成了成本极为不对称的威胁，因此该型坦克还在炮塔后部安装了一具全自动反无人机装备，并配有光学和激光寻标器，能针对接近的无人机进行火力打击。由于俄罗斯的 T14 存在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而迟迟不能量产，因此 ZTZ-201 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一款可以大量装备的4代坦克了。那为什么要把坦克做得这么小呢？很简单，重量下来了，机动能力和部署能力都会大幅提升。40吨的尺寸，120一次就能装上俩，快速部署效率相比 99A 直接翻倍，而且造价呢却只有 99A 主战坦克的1/3。这种低成本高数量的模式，不仅是未来战场的趋势，还对东南某岛未来可能出现巷战等这种复杂战场环境尤为关键。什么地库、弄堂哪儿都能去， 99A 显然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因此这次阅兵端出的双离谱，尽管乍一看不像传统坦克那么高大壮，但它却用40吨的小身板秀出了4代坦克的全部黑科技。以上就是根据普通网友拍到的彩排画面做的一些新装备的分析和预测。阅兵当天，相信还会有更多惊喜给到大家，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